大家好，欢迎来到王俊宇律师楼的新一档节目《真假律师说》。相信大家来美多年，和许多移民律师、中介都打过交道，但是找律师时找了太多律师了，就根本不知道哪些信息是真的，哪些信息是错的。所以在节目中，王律师会以自身的移民经验还有移民法律，给大家纠正其他律师楼提供的错误移民知识。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王俊宇律师。大家好，我是王俊宇律师。我有近20年的专门做移民的经验，处理过很多疑难杂症。我的律师楼的特点就是处理这移民界的疑难杂症，移民界的癌症。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行业不仅仅是有经验，可是也是服务华人，全美国的华人。我们加州的分所 cover 西岸，然后我们纽约分所 cover 东岸。所以呢，专门处理中国人的移民问题，因为移民是一个非常国家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样子的专业就是导致我们也很多创新，包括那个机场入境可以先拿绿卡后翻案，还有那个不同的身份可以拿到，无论有缔结令，比如说U 签证，还有庇护家属这些等等，还有犯罪的移民后果或者假结婚，还有那些2012年的时候刘凤玲的那些律师被抓的那些客人被影响的。这个个个都是我们处理过的疑难杂症，那特别是那些牢里的人呢。之前很多人不知道，可是奥巴马其实是送走我们最多的华人的，就是有缔结令的华人回中国的，因为这个是他的那个协议，来给中国人那个旅游签证10年签的。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很多牢里的客人，现在也是开始有很多牢里的客人，所以对这个方面也是很专业的。是，那就像王律师说的，我们在纽约和加州都有办公室，需要移民帮助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纽约办公室电话是718-353-9264，或者加州电话626-396-9264。那今天呢，我们将来讲艾菲利律师事务所 Alexandra Law Firm and Associate 这个律师提供的一些错误知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视频。你的130如果是结婚的话，他必须知道不仅你们是结婚，他也必须知道你们是真实的结婚，不是为了移民身份。很多时候他们没有面谈，他们就看这个资料，很多照片，有银行账户，有人寿保险，可能有孩子，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证据。所以视频中他说申请130如果是通过结婚申请的话，那很多时候是没有面谈，移民官只需要看你递交的材料就可以了。王律师是这样子吗？不是，那个面谈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就是在 Biden 的后半部的当总统的时候，移民局才开始免面谈。一直以来，特别是看看种类，一直以来结婚绿卡一直都是有面谈的，因为这个关系真的是就是移民官员需要问题的，所以呢，这个一直以来都有面谈。在 Biden 的时候也有面谈，不是全部免面谈，所以呢，这个方面完全是错误的。这个律师没有什么经验来办案子，听起来像中介讲话一样，不像律师讲话一样，讲不出真正的法律来，而且也从自己的经验挖不出任何话来。其他的那种种类，比如说父母申请孩子或孩子申请父母，这个关系呢，往往是没有面谈的。在 Biden 之前也是之后也没有面谈。然后 Biden 的特色呢是 I-485没有面谈，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他的特色。因为以往 I-485都会有面谈， I-485是那个给予绿卡的那个部分，所以130只是认可
这个关系，埃斯鲍是给予绿卡，所以在拜登的时候有面谈，可是在拜登之前跟之后一直是有面谈，包括现在是有面谈的。那至于130呢，结婚的话一直有面谈，虽然在拜登的时候少了一些面谈，可是还是有的。其他的关系，是比较容易从书面的材料来建立，所以是免面谈，这个也是一直以来的状况。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视频。如果你有缔结令，而且为了解决你的缔结令，你需要去移民局申请一个130，我们会真正的考虑我们要不要这样做。移民局现在这个样子是跟以前有一些不一样的。3年半以后，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政府，但是现在的政府就是这样子。在这个视频中呢，他讲关于通过申请豁免身份。首先要做的就是做这个130嘛，可是现在呢，去130的面谈会有危险被抓，所以最好现在就不要这样子做。王律师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来讲那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OK， 因为单单一个130没有任何的价值，也不会暂停你的缔结，也不会给予你绿卡，所以呢，我们来讲方法。一个方法是，如果你是走线来，然后呢，有直系亲属可以申请你绿卡，可是因为你没有那个 I-94，所以你不能在美国调整身份，并且你可能还有缔结令，你就需要做个 I-212来豁免那个缔结令，还有 I-601A 来豁免你没有 I-94这个问题。而且这个方法要回广州签证，所以这个方法也是我创的，在那个奥巴马。开始60A 的时候，212一直是有的，所以是我创的一个 combo。这个方法呢是需要开头是一个 I-130，所以呢，开头是一个130，造成如果去面谈的话会有危险被抓，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危险。那可是呢，你要自己衡量这危险值不值得做。如果值得做，那也可以照样现在做，因为反正你都要回广州签证，在这个申请的最后的一步，所以呢，你提早回去跟晚一点回去也是差不多的。另外一种这个在做什么呢？是那个在美国调整身份。OK， 那这个美国调整身份呢，第二种呢是那种机场入境的人，所以机场入境的人可以先拿绿卡后犯案，我开头不是讲了吗？所以这个的开头的步骤不是光一个单单的130，它也是跟着485，所以哪怕面谈有危险被抓，也是值得做的，因为那个风险应该是值得绿卡，绿卡就在你的眼前，所以当然这个风险是值得做的。第三种人呢是那种旅游签证进来了，或者反正别的非移民签证进来的合法入境的，可是呢后来做了庇护，有了缔结令了，然后呢又有这个直系亲属的关系，可以申请130。那这个第三种方法呢是不值得做的，现在因为你那个130没有用的，你后面需要做个联合犯案，可是因为现在是对不起 Trump 总统啊，我很想念 Trump 总统，所以呢要等到他下台之后，下个总统是民主党的话，那才可以做，所以那第三种人是应该暂停的。如果你是第三种人，因为你拿这个130没有价值的。那我们继续下一个视频。移民局什么时候有重新检查你的机会呢？第一个是你入境的时候，你出国，拜拜，我要去放假，我要回国，我要去欧洲，回来，他们可以重新检查你。你会说，你以前被逮捕吗？你以前做什么假的行为吗？你是恐怖分子吗？他们可以问，他们也可以就是简单的说，好，欢迎来美国，我不管了。但是如果他是鸡蛋里挑骨头，他也可以问你这方面的问题。所以第一个，重新检查你是你入境的时候。这个视频中，他讲关于这个庇护绿卡的人，移民局可以在你入境的时候重新检查你的这个背景。王律师是这样子吗？没有，其实在 Trump 之前，而且很久了，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庇护拿到绿卡的人，都是会被带到小黑屋，而且特别是几个那个
海关的进口都会查的比较严，比如说纽约。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就是进来的一个过程就是要进小黑屋，可是进了小黑屋也会出来的，也会进来的。所以呢，庇护绿卡其实没有什么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right， 然后那些用绿卡当信用卡一样的，就是刚好我5个月零29天回来美国，然后又待个1-2天，又回去中国了，就是真正的居住在中国而不是美国的这种绿卡的人呢，进海关的时候，在 Trump 之前也是会被带到小黑屋的，问说你到底是住哪里，对不对？然后呢，讲一讲，那也是从小黑屋出来的，很少就是告他们吊销绿卡。所以，犯罪的人，不管你是不是打算出国，还是出国回来了，或者还是申请公民，还是不申请任何东西，都要先想到你有没有移民后果。你在认罪之前就应该想到移民后果，因为你犯罪就会有移民后果，会有某个后果。所以如果想要免后果的话，你也得要考虑是确认说没有后果，所以你都要在认罪之前都要想到这个移民的后果。所以任何非公民都得想认罪的移民后果，在认罪之前。如果你没有在认你的刑事罪之前考虑到你的移民后果的话，那你认罪之后也会面临移民后果的。这个移民局自己来找你，不是说好像你要做什么东西来引起他们的注意，移民局自己来找你。移民局如果你被漏掉的话，你在任何就是碰到警察或者什么场合，或者移民局自己去查你，都可以查到你的，所以移民局会主动性的。然后不是说等到你出国，还是等到你申请公民，或者等到你申请任何东西，不是的。很多的人的错误的观点就是申请 I-90的时候好像会触碰到什么，反而 I-90是非常自动的，就像打工卡一样，没有在检查你祖宗18代。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视频。你提交一个 N400、N400， 你想变成公民的话，他们会重新检查你的情况。在视频中，他说解释还是他刚刚讲的关于这个庇护绿卡，就是在申请公民的时候 N400 的时候，他还会重新查看你的庇护绿卡。王律师是这样子吗？他讲的都没有说什么根底的，讲的不清不楚的，因为就是没有什么法律的根底的。申请考公民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被查，可是那是很清楚的谁。如果你的案子是以前是刘凤玲，或者刘凤玲那一票律师被抓的人处理过的案子，哪怕你在那个时候没有被告上移民庭，或者被移民局通知要吊销你的庇护身份的话，那么在考公民的时候也会面临这个问题的。第二种人是那种就是任何就是你的过去的问题，因为考公民的时候有一个条款的条件，就是说移民局要看看你这个绿卡是不是合法拿到，所以他们把这个当为是不是该给你，所以他会重新看你这个绿卡是不是该给，所以你这个结婚是不是真的啊？你这个庇护是不是真的啊？你甚至我有客人就是旅游签证进来那个当初的旅游签证的问题，说是假的啊，怎么样的啊，所以就是不该拿到的绿卡，所以因为这个开了一个罐头，造成很多问题，就是移民局就会错误的翻你的过去，而且这个考公民的官员是最 low 的官员，就是最那种没有受到很多训练的官员，所以呢，他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大学毕业，所以呢，就是这些官员呢，最没有能力的官员来看看你的绿卡该不该拿到，这样子一个这么复杂的一个法律的工作的话，那常常会出错误的。所以呢，你要知道，你考公民的时候，不管你是怎么拿到绿卡的，这个不是只限制于庇护，就是你要确认说你的过去没有任何就是可以抓把柄的。那下一个视频。
你可不可以，要么是现在，或者要么等3年5年申请公民。有时候因为他们的犯罪记录，你并不要申请考公民，你并不要还绿卡的。当你绿卡就是已经到期了，你不要动。视频中他还是讲关于这个申请入籍啊，他说如果你有犯罪，最好现在就不要申请，是等还是就是不要申请入籍，也不要换绿卡，王律师，这对吗？这个不对的 ，right？ 你犯罪，你就要考虑移民后果。早到你认罪之前，你就应该考虑移民后果的。所以呢，如果你认了罪，你知道没有移民后，你确定没有移民后果，那你就可以大胆的去出国，你可以大胆的申请公民。考公民它只有一个5年的限制，就是它5年往后看。所以呢，你本来就是要等5年才能申请考公民嘛，对不对？所以你刚好过了5年了，你这个犯罪也是在5年之后，那你就移民局不能以你那个罪来判断你的那个考公民。可是考公民的移民后果是这个犯罪是比较高的栏杆，所以呢，你要考虑就是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移民后果要确认。然后出国的话，你有一些出国的话，不是说出国只要你犯罪都有问题的，有一票法律叫 grounds of inadmissibility， 还有一票法律叫 grounds of deportability。 所以这个的法律的差别才造成你为什么绿卡待在美国没有问题，可是出境的话就有问题的。因为出境的话你就动摇 grounds of inadmissibility， 可是如果你待在美国，你只能被 deport， 所以你只能移民局要告你缔结的话，只能 charge you with grounds of deportability。 所以这个的差别是 deportability versus inadmissibility。 那反而你如果是犯了移民界的最严重罪 aggravated felony， 你待在美国反而有问题，你出国回来还没有问题呢。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奇怪的，就是 inadmissibility 跟 deportability 的差别。所以你要真的确认说你的犯罪有什么移民后果，到底是不是一个 ground of deportability， 还是一个 ground of inadmissibility， 还是不是一个那个good moral character 阻碍你申请考公民。因为考公民最关键就是犯罪不是就不能考公民了，是不是一个 good moral character 的问题，这个的考虑你才能，不是说你犯了罪了都不能动，就是可以动的，可是怎么动，可以动多远，就是看看你这个罪。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视频。所以如果你是移民官，你收到这个是庇护绿卡来的一个入籍申请，你会去检查什么？所以我要分析他的庇护表格589，他14年申请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绿卡申请的时候也没有提到这个教会的事情，他14年说他也去教会，因为宗教信仰被受到迫害，去美国一直去教会。但是他的绿卡表格也没有说。入籍面谈的时候，除了那些美国政治、美国历史的那些问题，很简单的那些之外呢，我还会问他关于他的庇护的情况，因为他可能想不到，我会问他。但是我想问什么，主要是跟案子有合理的关系，我都可以问啊。视频中他说关于庇护绿卡申请N400入籍申请，移民官会查看你之前的庇护表格中，还有你之前的绿卡申请表格中里面的信息，比如你关于你的这个教会啊这些等等的信息。王律师是这样子吗？不是，这个真的是一种人被影响，然后大家以为都该做，然后其实跟他们毫无关系。就是那个2012年，刘凤玲还有20几个律师在美国的纽约的 Chinatown 被抓，他们的客人因为 I-485的时候表格没有提到他们的宗教，还有没有提到他们在中国被抓过的，因为那是他们的庇护理由，所以就是移民局用这个为你的庇护是假的，所以是这一票人才要注意，就是他们怎么填他们的 I-485，他们怎么填他们的 I-400，如果跟刘凤玲没有关系的，那都
不受影响的，移民局不会去注意这些的，所以真的是一票小的群体，然后那个错误的用语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视频。如果你因为政治意见或者因为宗教或者因为什么其他的方面可以申请庇护，可以保留你合法留在美国的权利。以后如果真的你的学生身份因为什么没有逻辑的理由它被取消，没关系的，我已经在等庇护。所以这个视频中他说，例如如果你的学生签证被撤销了，然后你有受到迫害，你可以申请庇护，这样子可以保留你的合法性，可以留在美国的这个权利。王律师，这是对吗？我好惊讶，我以为只有中介在传播这种庇护的错误的信息，反而还有这个执照的律师在传播这个错误的信息。No， 申请庇护的等待时间，拿这个 C8 的打工卡不等于合法身份。你如果原本是学生签证，你当停止读书或者没有在那个 OPT 那里工作的话，那你的学生签证就已经结束了。哪怕你在这个结束的动作之前申请了庇护，你的庇护没有延长你的合法时间，没有的。打工卡不等于合法时间。我试着辩论过这个问题而失败，所以我知道的庇护不等于合法身份。下一个视频。那谁能申请庇护呢？如果一个人受到过迫害，或者他害怕会受到迫害，而且这个迫害是因为一个特殊的情况，他可以拿到庇护。所以这个视频中他解释就是怎么申请庇护啊。申请庇护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你需要是由于特殊情况受到过或者害怕受到迫害。王律师，这对吗？ No 庇护没有限制于种类。OK， 我们中国人做大量的几个种类，因为就是我都不要讲那个背后的那种黑暗的那个理由，反正就是不是的。OK， 庇护没有限制于国家，台湾人、马来西亚人也可以做庇护的。OK，right？可是为什么他们都不做？因为就是错误的消息嘛。只要是政府，第一个条件支持的，政府支持的。第二个条件，迫害，皮肉而已，不是经济。皮肉 like 关押或者殴打。第三个条件，因为你的政治观点，不能是什么私人的理由，因为你的政治观点，因为你有个政治的看法，那么这个你就可以做庇护了，就这么简单。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视频。那大家很爱问的问题是，我没有在我的国家受到过任何迫害，我还是可以在美国申请庇护吗？很多人其实他们在中国的时候没有受到过迫害，他们可能被骚扰，或者他们可能怕一些情况，但是他们受到的待遇不算我们庇护法律的迫害。但是他们来到美国之后，比如说一个人来美国之后，他开始去教会，他开始发展自己的信仰，因为他来自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或者这个人他来美国之后，这边很自由，我要说什么可以说什么，他开始发表一些可能反共或者反政府的一些话题，或者他甚至也参加了一些政治的一些活动。这些人做过这样的情况，回国是比较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你在中国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你依然有资格申请庇护。所以视频中他还是讲关于这个庇护申请啊。他说，如果你在你的母国家没有受到任何迫害，那你来美国了，你去美国参加教会啊，比如教会然后你回国会有麻烦，那你仍然可以申请庇护。王律师，这是可以吗？哇，我是信基督教，我也去中国，也没有问题的。我有一次去了，我有被中国海关拦，为什么？因为我化妆跟不化妆两个样，所以呢，我护照用的是化妆过的照片，他们觉得那个护照不是我的，是这样子而已，跟我的基督教没有关系的，难道没有基督教人
去中国吗？是不是？没有这回事。天主教人不去中国，犹太人不去中国，什么人不去中国？对，就是我们是什么年代啊？怎么就是因为你信仰了，所以你就不能去中国呢？不是这样子的 ，OK？ 这还是那个道理。OK， 我刚刚讲了3个条件庇护，对不对？就是迫害，可以有2个方面来证明。你要么可以证明过去受到迫害，这个就是够了，来说你有迫害，或者呢，你未来会受到迫害。所以他讲的是未来受到迫害，就是你以前在中国没有受到迫害，可是你突然间学生签证过期了，你就突然间就是想到上帝了，然后呢，你就变成基督教了或者天主教了，然后呢，你为什么这样子就不能回中国了呢？不是说所有的信仰的人不能回中国，好不好？也要有一个要有证据说，仔细的 subjective 的证据说中国会迫害你 you right？ 如果你下飞机在中国，所以真的像这个律师，这个像中介，就是传播那种错误的信息。我要去工作了。我的案子都是亲力亲为，虽然我有个团队，可是我都会管所有的事情，因为这个就是女性的老板，就很要盯管跟要看清楚。所以呢，我们现在这样讲话不是建立律师客人关系，我不知道你是谁，要建立关系也是2方面要知道双方，而且要同意。所以呢，我只是给予我的近20年差几个月的经验。所以呢，如果你想建立一个律师客人关系跟我的话，你要跟我咨询，然后我们可以再细聊你的个人的案子。谢谢王律师。那如果大家要咨询关于您自己个人的案子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纽约电话是783539264，或者加州电话是626-396-9264。王俊宇律师有近20年的移民经验，是移民的法律专家。我们在纽约和加州都有办公室。另外呢，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也可以订阅我们王俊宇律师的 YouTube 平台。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